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往家里添置一些新碗，但是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，以下3种碗千万不要选购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种，塑料碗。因为塑料碗的重量是比较低的，很多家庭会给小孩用这种碗，但是这种碗有几个缺点。首先呢，是容易摔碎，塑料是不耐摔的，小孩不小心就会碰到地上，会摔破。其次呢，是长时间高温焦热的食物呢，塑料会释放有毒的物质，特别不适合小孩用，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。第二种，釉上彩的碗。现在人是越来越追求精致的生活，选择碗筷也是这样。由于外观好看的缘故，好多人都会选择一些釉上彩的碗，碗内会有各种图案，或者是花纹，或者是条纹。不过这些燃料内呢会有重金属，长期使用对身体也会有影响，尤其是经过高温之后，影响会更大一些。如果图便宜买一些劣质或者是材料不好的碗呢，遇到高温会释放有害物质，所以在挑选碗和盘子的时候，不要选色彩太鲜艳的。第三就是不锈钢餐具，因为这个不锈钢餐具呀是由于重金属造成的，那么重金属如果含量是不合格呢，就会危害健康。而且这个不锈钢碗呀，长时间盛这个热汤或者是盛酸性的食物呢，就会很容易溶解出重金属，所以不建议长期的使用。其实我们挑选碗的时候也有小技巧，我们把2个相同的碗呢摞在一起，然后动一动。如果上面的碗是不平稳，而且是感觉总晃动的话，说明这个碗是不规整的。其次，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，看这个碗的底部，如果碗底比较薄，那隔热就比较差，这样很容易烫手，所以可以挑厚底的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那么挑选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避开这3个碗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挑选碗的注意事项，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很多人都习惯每天喝一杯牛奶，那么经常喝牛奶的人一定不知道喝牛奶还有这些注意事项，下面就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，就是不能空腹喝牛奶。早晨起床，身体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，这时候对能量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。如果这时喝牛奶，直接就会变成热量消耗掉，不利于营养的吸收。所以在早晨起来不要空腹喝牛奶了。第二，在喝牛奶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加点糖，喝起来呢是更加美味，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不正确的，因为在牛奶中加糖很容易导致钙质的大量流失，不利于身体补充钙质。所以说科学喝牛奶的方式最好不要加糖。第三，牛奶不要和茶水一起饮用，这是因为牛奶中含有非常多的钙元素，茶水中的一些成分会直接影响身体对钙元素的吸收。如果我们把牛奶和茶水一起饮用的话，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，特别是上年龄的老年人更要注意这一点了。第四，牛奶不要配药喝。如果在吃药的时候用牛奶顺下去，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，因为有些药物很容易跟牛奶里面的物质发生反应，这样呢就会影响药效。所以在吃药2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牛奶。第五，怎么样保存牛奶？保存牛奶的时候，最好把牛奶放在避光阴凉的地方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， 而被太阳照射呢，很容易被分解和破坏。所以我们存放牛奶的时候，最好要放冰箱的冷藏保存。第六，就是喝牛奶的时间。我们喝牛奶的时候，最好要选择晚上睡觉之前，在这个时间喝牛奶呢，是最有利于钙质的吸收，还有助于睡眠的效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喝牛奶的注意事项，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平时我们购买食物的时候，上面都会标注保质期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生活中有4样食物是不会过期的，而且存放越久越好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蜂蜜。蜂蜜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还可以滋养皮肤。但是蜂蜜买回来放了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现有沉淀，以为蜂蜜出现变质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
因为蜂蜜在储存环境才会导致外部的一些变化，它并没有变质。而且蜂蜜含糖量非常高，含水量很低，蜂蜜是不会滋生细菌的，所以这个蜂蜜可以保存非常久。第二，白酒。白酒大家都知道，新产的白酒总不如老酒香，而且陈年老酒的价格也会更加贵一些，像几十年的老酒那就更加珍贵了。很多人都把这种年头久的白酒收藏起来，所以像纯粮食酿造的酒是不会过期的，而且是放越久越好。第三，陈皮。说到陈皮，大家都知道是用橘子皮晒干的，那陈皮是放越久越好，这样的陈皮陈化后才是可以入味的一味药材。如果没有经过陈化的陈皮，那它的价值不会很高，那陈皮放置特别久的话才会有价值，可以当药材。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陈皮，就是越久越好。第三，茶叶。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茶叶，平时招待客人喝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品种的茶，只有普洱是不会过期的，因为普洱可是有一个越陈越香的美名，所以普洱茶是没有保质期的，而是越陈越好。但是也要注意它的保存环境，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，以免茶叶内质发生化学变化，严重的还会发霉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通过以上的讲解，大家知道是哪4样食物不会过期了吧？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天气变冷，很多朋友都喜欢洗个热水澡，但是不少人呢也有这样习惯，就是在洗澡的时候，热水器插头是一直插着的，甚至24小时都插着。那你知道长时间插着热水器会有什么影响吗？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，一直通电会烧坏我们电热水器的热水芯。热水芯是用来控制我们的水温度，那反复加热水就有可能会导致热水芯被烧坏，那这样热水器就完全不能使用，造成很大的损失。第二，热水器价位不等，如果买到劣质热水器，洗澡时插着插头连着电洗澡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劣质的热水器材料都不是很好，那用久了呢就会老化，所以插着电洗澡就会很危险。就在这几年，经常有新闻报道洗澡漏电伤亡事件，所以洗澡时热水器插头一定要拔掉，这样才放心。第三，会烧坏热水器的热水管。热水器热水管一般都是塑料或者是铁质的，但是塑料管是很容易被烧坏，所以长时间插着热水器会缩短热水器的使用寿命。第四，水质会变得越来越差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反复烧开的水是不能喝的，那热水器中反复烧热的水，水质也会变得非常脏。热水器24小时都开着，反复烧的话，水就会产生很多杂质，不管是作为洗浴还是平时用水，都是非常不健康又不卫生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使用热水器注意的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空塑料瓶在我们生活中是最常见的，很多人都将它当废品扔掉了，那太可惜了。其实塑料瓶用打火机烧一烧，它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大的用途。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吧。家里的玻璃瓶、红酒和厨房的调味品，经常因为盖子丢失、保存不当，容易变质。今天分享大家用一个空塑料瓶就可以解决。第一，玻璃瓶封口之后，把矿泉水瓶取最顶端的部分套在玻璃瓶上，然后用打火机烫一烫，塑料瓶遇热就会完美的贴附在瓶口处。完成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就可以解决玻璃瓶封口的问题。饮料或红酒调味品瓶子呢，采用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，完美的利用哦。第二，塑料袋封口，平时在超市买回来的五谷杂粮保存不当，很容易生虫。其实我们可以取矿泉水瓶的顶端部分，把它套在塑料袋上，再把袋子整理一下，之后再将瓶盖拧上，这样就可以防潮保鲜，放上多久也不会发霉生成了。取的时候只需要拧开盖子，握住瓶口就可以轻松倒出豆子了，非常方便的使用，可以反复利用哦。
没想到空塑料瓶在我们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用处，赶紧看看你家是否还有这种废弃的塑料瓶吧，千万别丢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没想到空塑料瓶还有这么多的用处吧？你还知道它有其他的用途吗？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记得关注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黄金首饰戴久了就会暗淡无光，今天教大家一招，不用送到金店去洗，自己在家清洗哦。首先，容器中挤入牙膏，撒上食盐，挤上洗洁精，加入温水，搅拌均匀，将要清洗的首饰放入水中浸泡1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捞出，可以看到水已经很脏了。再用牙刷刷一刷表面，黄金首饰立马干净如新，完美。